我是黄新建，我是一位 VR 导演、新媒体艺术家。The Best VR Experience Award goes to La Camera Insabatiata by Laurie Anderson and Shaheen Cheng Huang. 我以前像做艺术创作，大概像是艺博会啦，或者是画廊、美术馆等等。在做 VR 以后，我觉得它有开启了另外一条新的路，像是这是影视，这是影展等等，而且去威尼斯影展，但我看到另外一个不同去分享我作品的一个途径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电影？就是我们的一生只有那么长，如果你看了10部电影，你好像过了10个人不同的生命。我觉得 VR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，我是不是可以透过 VR 去扩展，或者是说去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者生命的体验？我在小时候右眼曾经失明过。以前右眼看不到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立体视觉的。然后后来换了角膜移植了以后，我觉得好像这种视觉还有立体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。我母亲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。她是油画家，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，然后我妈就在客厅里面，大概就摆了几个画架，然后她的学生在学画石膏像。后来我妈就趁那个空档去洗菜，然后做饭。然后那时候有一位学生说：“哎，老师，这一笔我不知道怎么画。”就我妈就从厨房出来，然后用毛巾把手擦一擦，然后很顺手的接过学生的炭笔，然后就这样子把它画上去，觉得非常行云流水。我觉得他身为艺术家的这种在我们家里面的氛围，我觉得还是感染到了所有我的兄弟姐妹。从国小、初中、高中，我就蛮喜欢画漫画的，但我们都是画自己的故事。《师生记》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把我们家里面的家族的私密历史，把它变成 VR 的作品。像里面有一幕，它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是住在有10几坪大的地方。但在我小时候，我觉得整个公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在 VR 里面，我就照着我那时候的感觉，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像是漂浮的飞行。
在幼年时候感受到的空间，其实会跟我们长大以后不太一样。重要的是说，是把那时候对这个地方的情感，还有它的整个空间的感受，用我自己的主观的意识把它表达出来。如果说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曾经被别人捐赠过器官的话，有别人的身体在我里面，那这个对我看这个整个世界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。后来我就想要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一个加害别人的人，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可能是被害者。如果说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话，今天我会看这个世界，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。And love. 右眼看得到了以后，后来我觉得我可能会对视觉会沉迷或上瘾吧。我蛮喜欢看科幻小说啦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帮助我去思考，就是这个世界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这可能也是一种想象性的虚拟实境。沙龙房间，它是我跟美国艺术家 Laurie Anderson 合作的作品。在创作的其中，我的父亲因为脑癌过世了。人在过世749天这样的一个期间里面，他的意识逐渐消散到这整个的宇宙之间。然后准备下一次的轮回转生。我们的感官，我们会最先失去的是我们的视觉，对颜色的感觉会先消失不见。所以我们在沙龙房间里面，我们就把在 VR 里面看到那个世界就变成只有黑跟白，拿去模拟说人在死亡的过程中，把西藏的中阴身。他们会敲钵啊等等，去让他觉得说这是他们最后听到的声音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想办法用视觉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。I didn't even think they'd recognize it. Then again, it was always what we always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, a horse standing in the rain with a party happening to its bride. To all oceans.3楼到了，开门中。要不然我们等一下录一个像是砍树哈，
就是砍大概4、5次，然后再把它放下来回 T pose 这样。他这样砍了，然后好像把它拔出来一样。我觉得艺术它一直都围绕什么是影响人类，或是人生活，或是人的生命的意义这样子的主题。用力，好，可以结束。它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人最关心的事物，或者我们人的本质。我觉得在我自己做创作的时候，会想说把这些技术的，或是说是这些科技的东西，想办法还是去讲一个人的故事。差不多10秒。说开始以后，我就会喊10、9、8、7，然后到0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回到这个动作。我觉得说不定我这一生只是为了让这个角膜看到更多有趣的事情。我这个别人捐赠给我的眼角膜，还可以再捐赠给别人。那这个眼角膜可能可以活得比人更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命，而且在身体与身体之间去游历，感觉起来就是像现在 VR 做的事情，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把他的视觉分享给其他人，去感受一个人的生活或生命的一部分。我觉得虚拟实境又把这样子的想法往前更推进了一步。